一个是一直不服气，一个是敢来就敢打。两位好汉在8年的时间里死磕，前后交手4次，每一次都堪称史诗级的大战，每一场都颇具争议。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曼尼·帕奎奥与墨西哥悍将马奎兹的恩怨情仇与双方的4番大战。帕奎奥，菲律宾传奇拳王，8个级别世界冠军；马奎兹，墨西哥传奇拳王，拳击名人堂人物，江湖人称炸药。2004年5月8日，双方首次面对面，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了一场12回合的冠军战。两位战士在第一回合就亮出自己最锋利的一面，马奎兹率先得手，激得帕奎奥后退几步，帕奎奥立马加倍还以颜色，一步上前，左撇子敲开对手的面门，卫冕拳王马奎兹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此时首回合比赛刚刚过半，硬汉马奎兹毫不犹豫选择继续战斗，并且主动压上去与帕奎奥换拳。不幸的是，马奎兹再度被迎头重击，迎来首回合第2次读秒。马奎兹眼神坚毅，径直走向帕奎奥，他不仅选择继续战斗，甚至不改主动出击的风格。这无疑是马奎兹职业生涯最辛苦的一个回合，因为随后他迎来了第3次读秒。所有人都感觉马奎兹大势已去，但是马奎兹在读秒到8的时候站了起来，继续立在帕奎奥面前。这一回马奎兹坚持到了首回合比赛结束。首回合结束后，帕奎奥占据绝对的优势，领先4分左右。什么概念呢？此时马奎兹要想翻盘，除非 KO 或者击倒帕奎奥，如果没有吊打，想要一分一分扳回来，剩余的11个回合至少得拿下8个回合。第2回合，马奎兹调整战术，站稳了脚步，展现了墨西哥剑客的风采，同时也用漂亮的迎击多次打退帕奎奥进攻的锋芒。2回合过后，马奎兹吹响了反扑的号角，他开始刻意避开帕奎奥的左手。第5回合，马奎兹挥出了最好的一击，他自信地向前推进，双方拳手甩开膀子，近身肉搏。马奎兹在帕奎奥眼睛旁边开了个口子，一直到半场结束，3位裁判把4个回合都判给了马奎兹。此时马奎兹已逐渐抹掉劣势，双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。他要想赢下帕奎奥，还得拿下剩余6个回合中1半以上的得分。但是帕奎奥是何许人物，他怎能将胜利拱手相让？场上的激战逐渐焦灼，第7回合马奎兹试图扩大优势，而第8回合帕奎奥则再下一城。双方在随后的几个回合中比分交替上升，并且每一回合裁判的打分也不一致，双方的差距只在分毫之间，裁判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。2位战士都给对方送上了大礼，拼到筋疲力尽，伤痕累累。现场观众的情绪也被点燃，最后30秒，观众纷纷站起表达敬意。在中场铃声响起时，2位硬汉高举双手互相拥抱。此时无论谁输谁赢，帕奎奥和马奎兹在拳迷的眼中都是胜利者。戏剧性的打分出现了，3位裁判中1位裁判认为帕奎奥获胜，另1位裁判判给了马奎兹，第3位裁判给出了113比113平局，双方的总得分1分不差，最终平局收场。这场12回合的恶战竟然没有分出输赢，当结果出来那一刻，2番战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2008年3月15日，曼尼·帕奎奥与马奎兹的2番战打响。这场比赛是拳击史上咬得最紧的比赛之一，12回合的比赛直到最后1分钟才分出胜负。拉斯维加斯吸引了上万名观众，仅电视付费观看的收入就超过了2000万美金。大家都很好奇，这一次亚洲驱逐舰能否经受住炸药的考验。很显然，炸药有点受潮，跟1番战一样，马奎斯依旧是低开高走。首回合帕奎奥攻势凶猛，先得1分。第3回合马奎斯硬刚帕奎奥，
被帕奎奥的左勾拳命中，马奎兹再丢2分，迎来一次读秒。随后，硬汉马奎兹把墨西哥拳手的顽强与韧性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这是一场彪悍与坚韧的碰撞，二人又回到了比分交替上升的局面，一个敢打，一个敢扛，一个敢进攻，一个敢对轰，任何一方都很难长时间占据优势，有来有回，武侠大战的现实版。双方拼得伤痕累累，帕奎奥在第10回合用左手拳重创了马奎兹，马奎兹面部红肿，而帕奎奥眼角也开了个口子。最后2回合，马奎兹攻势不减，打红了眼。纵观全场，马奎兹出拳数上占优，全场比赛马奎兹轰出了619拳，高于帕奎奥的511拳，但是命中率上帕奎奥领先马奎兹。最后几秒，双方依旧处于搏杀的状态。中场铃声敲响那一刻，双方高举双手庆祝这场轰动一时的对决。很难看出这场比赛谁赢了，电影情节一般的打分再一次出现，一位裁判给出了112比115，帕奎奥获胜；一位裁判给出了115比112，马奎兹获胜。第3位裁判给出了114比113，帕奎奥获胜。激战全场，帕奎奥以1分的微弱优势拿走胜利。观众看得过瘾，拳手打得过瘾。马奎兹赛后表示不服，看来双方的恩怨尚未了结，这也为3番战埋上了伏笔。2011年11月12日，帕奎奥与马奎兹的3番战打响，跟前2场比赛不同，这是双方4场大战中争议最大的一场比赛，也是帕奎奥赛后罕见被嘘的一场比赛。此时距离2番战已经过去3年，帕奎奥已经成为8个级别的拳王，他也想彻底了结与马奎兹的恩怨。前3个回合在得分上稍占上风，但是对付马奎兹这种硬骨头很难一口气吃掉，也从来没有人能一口气吃掉他。马奎兹曾被对手击倒，但是他的职业生涯从来没有被对手 KO。 如果说帕奎奥是拳击天才，是一位史诗级的拳王，那马奎兹就是一本拳击教科书。有人曾这样评价马奎兹，他的拳法规范、流畅而且高效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和书中给出的示范一模一样。这场大战跟前2场一样，双方时刻处于死磕的状态。跟上一场比赛相比，马奎兹这场比赛出拳数低于帕奎奥，但是命中率却高于帕奎奥，跟2番战反了过来。马奎兹身高170，臂展也是170，他的职业生涯早期甚至被打上了残次品的标签。3番战赛事方特意邀请了144位拳手与媒体参与打分，当然这个打分对结果造不成影响。为了保证受邀人评分的公正性，这些人均不来自菲律宾或者墨西哥，其中36人认为双方3番战打成了平局，51人认为帕奎奥获胜，57人认为马奎兹获胜。由此可见这场比赛的焦灼与激烈程度，帕奎奥和马奎兹不遗余力地抛出最后一拳。又一次战至中场铃声响起，很难说谁占有绝对的优势，悬念再次落到3位打分裁判手里。其实此时无论判给谁赢都可以，也都会有一批人不同意。一问就连职业拳手对于比赛结果的猜测也不相同，有1名裁判给出了114比114平局，另外2名裁判则判给了帕奎奥。果不其然，那些认为马奎兹获胜的观众开始起哄。比赛结果一出，现场传来了嘘声。更是有人往场内扔啤酒与食物。马奎兹赛后表示不服，表示要提起申诉。后来马奎兹倒没有申诉，双方倒是掐起了4番战，纠缠8年的恩怨是时候做个了结。2012年12月8日，拉斯维加斯又迎来这对老冤家，帕奎奥与马奎兹的4番战打响。这场比赛称得上帕奎奥职业生涯最惨的一战，双方充满了杀气，绝世恩怨使得双方很快步入主题。
赛前双方也都表示都希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， KO 对手是他们的首选。从双方的表现来看，他们也是奔着 KO 对手去的。第二回合，帕奎奥重拳震撼了马奎兹。第三回合，比赛进入白热化，双方拼得很凶。马奎兹后手大摆拳，砰的一声塞到了帕奎奥的面部。帕奎奥在马奎兹面前迎来第一次读秒。读秒后的帕奎奥并未沮丧，反倒是越战越勇，甩开膀子与马奎兹近身搏杀，双方打红了眼。回合结束时，帕奎奥的夫人满脸紧张，不愧是曼尼。第五回合，曼尼帕奎奥就找回了场子，送给马奎兹一次强毒。帕奎奥第五回合的火力全面压制马奎兹，左右开弓，把马奎兹逼到边角进行狂轰滥炸。顽强的马奎兹挺过了帕奎奥最凶的一波进攻。五回合战罢，双方的差距仅在分毫之间。此时3位裁判的打分均为47比46，帕奎奥仅以1分的微弱优势领先。高能出现在第6回合，帕奎奥攻势不减，重创了马奎兹的鼻子。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帕奎奥拿下第6回合，距离回合结束仅剩1到2秒时，帕奎奥暴露了自己的下巴，马奎兹迎头塞出后手拳。8年的恩怨4番大战，最终被这一拳画上了句号。帕奎奥的老婆情绪激动，帕奎奥的脸贴在了冰冷的拳台上。从第1场到第4场，帕奎奥已经变成8个级别的拳王，马奎兹也从小马变成了老马，双方也从羽量级打到了次中量级。伟大的拳手才配拥有伟大的对手。纵观整个拳击历史，帕奎奥与马奎兹的4番大战都称得上史诗级的。此时马奎兹已经39岁，1年半以后，41岁的马奎兹结束了与阿瓦拉多的比赛后，再也没有出现在拳台上。而年轻5岁的帕奎奥在今天2021年9月29日也宣布退役。2位硬汉的4场恩怨已全部解说完毕。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是阿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